这个女人正大踏步地往前走，可突然间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，女人不敢相信，慢慢抬起右手向前摸，身前像是有一块隐形墙，阻挡了前进的道路。她伸出双手向边缘试探，却发现竟是和墙体连接在一起，根本没有一丝缝隙。女人沉思许久，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她坐在岩石边等待了一会，不甘心的她站起身了，再次慢慢的靠近。好吧，还是一样的。为了能逃离这里，女人只能原路返回，准备寻找别的出口。走了许久，女人看见了2个老人，她欣喜若狂，刚想上前打招呼，却无意中又触碰到隐形墙。她开始慌了，四处乱摸，用力的捶打，想引起老人的注意。然而当女人静下心来观察的时候，发现老人手中接的水在哗哗流动，树叶被微风拍打的跳动着，唯独2个老人摆着的姿势许久未动过半分，像是被定住了一样。小美内心又开始不安起来，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。这部电影并没有告诉我们女主角叫什么名字，所以我们先叫她小美。前一天刚和朋友来这村子度假，刚到达目的地，同事们就兴冲冲地出去散步，想好好的呼吸一下这新鲜的空气。小美则留下休息，而狗子也不想动弹，便一起留了下来。当晚1人1狗早早入睡，也正是在这一晚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第二天小美起得并不早，她下楼寻找同伴，却没发现同伴的身影，里里外外都呼唤了个遍，依旧没有见到。房间里的摆设也并未有人动过的痕迹，她不禁担心2个人是发生了意外。小美带着狗子去寻找他们，他们走到来时的小道上，狗也循着气味向前奔跑。就在这时，脱离小美视线的狗发出了惨叫声。等到小美近距离观察的时候，却发现狗子再也不敢向前迈动一步，并未发现异常的小美大踏步地走在前面，不料竟一头撞上了一堵空气墙。原来狗子也是在撞到墙之后害怕了，他用手轻轻触摸，只传来一阵冰冰凉的感觉，旁边已经和山融为一体，没有一丝缝隙。他清楚地记得昨天开车通过这里的时候畅通无阻，怎么才过几个小时就出不去了？过了一会，女人又来摸空气墙，看来这里是出不去了。小美只能回到住处，这里的进出只有一条路，这可怎么办？一连半个月，小美每天都去看公鸡墙消失了没有，次次都是无功而返。深夜，小美听到外面传来异响，她缓慢起身，掀开被子走到门口处。正当她想出门查看情况时，小美有点不知所措，举起双手抚摸着这透明的墙体，看到连房间都出不去，小美崩溃地放声大叫。原来这是一场噩梦。她慵懒地从床上站了下来，轻轻地打开房门，伸出双手向外试探，还好能出来。在这里，小美生活了几个月，每天都在试图寻找出去的方法，可却没有半点收获。而那2个老人也从未动过。小美开始有点紧张，几个月过来，要是真人死了的，也该慢慢腐蚀了。想到这里，小美一阵后怕，她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多待了，说干就干。小美灵机一动，又想出了新的方法。她坐进一辆红色汽车，将音乐开到最大，目视前方，一脚油门下去，径直地冲向透明墙。车子在极大的冲击中破烂不堪，小美的额头也生生撞出了一个血洞。可这面透明墙却没有半点破损的意思，绝望的感觉让她再度崩溃，甚至想要尝试自杀来救赎自己，但又想到自己离去后就无人照顾狗子，最终她还是选择要坚强地活下去。既然要活下去，首先解决的就是温饱问题。为了能在这里生存下去，小美带上狗，在松软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，偶尔嘴馋想开荤，就直接带着狗拿着猎枪来到山上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就在这天，屋外下起了小雨。静坐屋内避雨的小美听到外面传来动静，她起身打开门一看，发现一只落汤猫正在栏杆上卧着。小美心有不忍，将它救了下来。就这样，在小美身边又多了一个伙伴，虽然不能讲话，但起码能够陪伴在自己身边。到了清晨，小美又踏上寻找离开这里的方法。她带着狗来到了山上，刚到半山腰，狗就发出一阵阵叫声。当小美向前望去的时候，发现眼前竟然有一头怀孕的母牛。这次小美并没有选择猎杀，而是将它带回家养在棚里。就这样，1人1狗1猫1牛，开启了全新的生活。小美发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过得也是极为舒坦，慢慢的打消了离开这里的念头。每天将牛放养在山上，自己和狗狗靠在枯木上，享受微弱的阳光照耀在自己身上。这年冬天发生了2件事情，首先母牛产下了一头小牛，其次呢，猫咪也生下了一只小猫。但这年不巧发生了焚风，焚风是一种山区特有的气象，当空气从高山下沉到山谷时呢，山谷的温度便会急剧上升，甚至燥热难忍。小猫就是忍受不住高温，擅自跑到了凉爽的山腰。而几天之后，小美找到小猫的时候，发现它已经死于无常的天气了。小美在山谷有2个家，一个是狩猎小屋，用于冬天避寒，另一个呢是夏季牧场，用于夏天居住。如今冬天终于过去，她便从狩猎小屋搬到了夏季牧场。这里辽阔的景象让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她晨起暮归，沐浴阳光，
感觉就像有人暂停了时间。这种感觉呢，不能说是幸福，但已经可以称作是安宁。然而刚享受完这惬意的时光没多久，小美在报废的汽车里发现了一张地图，看到里面的标记，小美又萌生了离开这里的想法。她已经被困深山已经3年了，想过许多逃离的方法，却没有一样是行得通的。从刚开始的暴躁变为冷静，紧随着是享受这里的生活。可当她发现车上的地图时，又再次燃起了逃离这里的想法。天刚微微亮起，小美就带着狗翻越过一座高山，走进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之中。她拄着拐杖慢慢地向里伸，突然小美看见了一辆夹着木头还在微微摆动的伐木车，似乎像是被动过一样。就在小美准备上前查看一番的时，前面又出现了透明墙。没办法，小美只能带着狗狗打道回府。在这里，小美经历了大雪纷飞的日子，也经历过酷热的夏天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过着。不过有了地图后，小美就没有放弃，她会时不时带着狗翻越每一座大山。就在这时，狗目视前方，像是看到了什么，立马冲了上去。小美见状，不敢让狗狗单枪匹马地上，只能在后面紧追不舍。经过一阵追逐，小美终于在这几年里看到第一个活人，可还没了解清楚状况，这个活人像是发了疯一样，拿着斧头砍向自己的狗。小面前大事不妙，立马冲回了家，拿出猎枪来，对着这个男人就是来了一枪。凶恶男瞬间倒在了地上，而狗也躺倒在地。小美最终还是晚了一步，没能救下狗。她抱着死去的狗伤心不已，可事已至此，已经都无法挽回了。好好的安葬完狗后，就将这个陌生男人的尸体扔进了一个再也不想看见的角落。忽然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疲惫。这一晚，她坐在山丘的长凳上，脑海里不时掠过卢克斯奔跑的样子。晚上的山风很冷，但是小美比山风更冷。秋天再次来临，小美拼命劳动，想麻醉悲伤。终于有天，她因疲惫而停止了劳动，结果发现自己不仅不再悲伤，甚至失去了所有的情绪。她看向窗外，阵阵乌鸦嘶叫声传来。回到了家里，小美拿起笔记录下，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写日记录，因为小美已经在最后的纸上面也写满了字。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小美一个人过了整整3年的时间。电影到这里就以一大段的留白结束了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结局呢？我觉得既然封闭的山谷象征着小美的内心世界，那么男人便象征外面的现实社会。男人的突然闯入本质上是小美内心和现实社会的一次互动，这次互动最终不仅恶化成了冲突，甚至还杀死了女主内心最大的情感寄托。从此她再也不对外面的世界抱有期许，彻底化为了那只离群所居的白色乌鸦。所以从表面上看，这只是个小美被困诡异空间，不停捡到动物，动物又不停死于非命的故事，非常简单。但从象征意义上看的话，小美首先是陷入了突如其来的抑郁，此后呢不断找到精神寄托，内心一次又一次的坚强起来，并且鼓起勇气和现实社会进行接触。然而现实社会却无情摧毁了她最大的情感寄托，并将她推向有去无回的孤独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突然觉得孤独呢？如果那时有心情看电影的话，强烈建议看看本片，相信一定会有触及灵魂的体会。那么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